到底是它启发了科幻，还是科幻启发了它？F-14熊猫，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聊聊它。1981年的8月，两艘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弗瑞斯特和尼米兹开进了利比亚以北的地中海，那刚刚被利比亚领导人奥马尔·穆阿迈尔·卡扎菲宣布为其领海范围。但美国人不同意，于是就有了以上两艘航母的闯入，以及每天从航母上起降的舰载机带来极具挑衅的空中巡逻了。哪一款舰载机呢？就是 F-14熊猫了。一开始，双方的战斗机呢还只是隔空相望、秀秀肌肉而已。直到一架利比亚的苏22实在是绷不住了，就朝着两架 F-14发射了导弹。这一发没有击中，但是却被当成 F-14实施正当反击的最好理由了。实际上，这正是美国在此钓鱼的全部目的啦。他们已经等了好久了。于是，一枚 AIM-9响尾蛇马上就从左边翼下的这个位置被发射了出去。它先是直扑目标，接着来了一个90度的急转弯，准确地命中了苏22的尾部。一瞬间浓烟冒起，飞机开始翻滚，飞行员也被迫弹射逃生了。就这样，美国海军最新一代的舰载机取得了他战斗生涯中的第一次空对空胜利。但其实 F-14它根本就不是为了打飞机而存在的，它的诞生有且只有一个目的：猎杀苏联的轰炸机。而这个目的既成就了熊猫，也毁灭了熊猫。那么一切都开始于1960年代啦。那会儿，苏联人正在开发一系列可以从舰船、潜艇和飞机上发射的远程巡航导弹。这些导弹呢，飞行速度很快，而且是在低空飞行，就使得它们成为了瞄准美国海军航母的理想选择了。只要数量足够多它们就可以压倒当时最先进的防空系统，成为美国航母的噩梦了。而美国海军自己呢，还没有任何一款能够载上足够多火力、飞足够远，在苏联的导弹和飞机离航母群太近之前去拦截和摧毁他们的飞机。于是海军迫切的就感到，一架能够从航母起飞完成以上任务的新的飞机实在是太有必要了。为什么说是新的飞机呢？因为其实空军有一架现成的，似乎是能够满足需求的F-111远程重型多用途战斗机，带着可变后掠翼的它呢，可以飞出2.5马赫的最高速度，航程范围接近6000公里，能够带上14吨多的弹药，绝对啥都够了。但是唯一的问题，它太重了，根本就不可能在航母上飞起来和降下去嘛。开发商格鲁曼想要试着改一改，但却始终无法帮助他减肥成功，最终还是放弃了。干脆咱把他的几个特殊本领给继承过来，搬到一架全新设计的机身上算了。是的，这就是 F-14了。而继承过来的不仅有那对最明显、最有特征的可变后掠翼，还有那2台专门为大载荷与高速度设计的 TF-30发动机，和专为从190公里外就能锁定和干掉目标的 AWG-9X 波段脉冲多普勒雷达系统和 AIM-54凤凰远程空空导弹了。它们每一项都非常先进，甚至可以说远超其所在的时代。但是就好像是硬币有2面一样，好与坏是跟你要干什么有关的。下面我们就一边说它有多牛逼，一边说它有多糟糕了。首先是可变后掠翼，它可以在20到68度之间呢自由变化，从而让 F-14在低速和高速下都能够获得最佳的飞行性能。不得不承认当它完全后掠变得像是一个箭头时呢，真的是帅爆了而且它也有效到爆。由于此时的机翼面积已经尽可能的缩小了，所以带来的阻力也变到了最小，高速性能得到极大的提升了海军说我们要它飞到2.34马赫，格鲁曼的工程师说不，2.34太慢了，2.5怎么样呢？实际上要是 F-14能够一直服役到今天的话，连 F-22和 F-35都能被它甩出一大截呢。相比起其他固定翼的战斗机它不仅有着更高的最高速度，还有着更好的燃油经济性。而当要从航母上起飞或者降落到航母上时呢，机翼则又再次展开，扩大其表面积，以提供更大的升力。这样，即使把10个挂载点全部都挂满导弹，成为当时最重的舰载机，也能够轻松起降了。更厉害的地方是，格鲁曼的工程师下定了决心要让这个能够变化的机翼实现完全自动化。他们为其安装了一个系统，让它能够从外部传感器收集空速数据，并对机翼的后掠程度呢进行实时的调整，把飞行员的精力解放出来，专注到更为重要的任务当中。好嘛，先进到不行，对不对？但与之画上等号的就是复杂、沉重、昂贵和远超其他飞机的维护需求了。怎么个远超法呢？根据海军的估计熊猫每在空中飞行1个小时就需要另外30到60个小时的维护才行
如果说这样的高昂开销在那个假想敌苏联还存在的时候是必须的投入的话，那么在1991年之后就完全没有必要了嘛。可变后掠翼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虽然其位置的调整是快速和自动的，但和熊猫一起训练的 F-15、F-16的飞行员很快就报告说他们似乎发现了 F-14身上的一个重要的 bug，那就是记忆位置的变化有助于他们快速评估 F-14正在以及即将要进行怎样的机动。这等于就是拳击赛场上你提前向对手释放出拳的信号一样嘛，不是很容易就被对方给拿捏的死死的了吗？这个隐患不可谓不严重啊。好，虽然它厉害的可变后掠翼，再来说说它厉害的发动机。熊猫很重，还要飞得很快，那当然是要装上厉害的发动机啦。因此，单台最高推力达到了25100磅的普惠 TF30就毫无争议的被装了上去。它的确很强大，但是却过于强大了，强大到只剩下强大了。推重的它没问题，因此放在轰炸机上非常合适。但推灵活的它就有点喘不上气了啊！当遇上飞机在进行大迎角机动时，这在空战当中呢相当常见，它就很容易出现压气机的失速和喘震，结果导致飞机失去动力。它不是有2台发动机吗？失去一台，至少还有另外一台嘛。相信我，就连阿汤哥也宁愿希望2台一起丢掉的。为了提供更大的升力和更多的武器运载空间，准确说是单枚就重约半吨的凤凰导弹，他把2台发动机呢隔着特别远来安放。这就意味着，要是失去其中一台的动力，另外一台将把飞机推向无法恢复的平旋状态，几乎注定就是坠毁了。于是 F-14呢才被称为一架由2块垃圾驱动的漂亮飞机嘛。TF30的问题导致了40架 F-14的损失。当然，也导致了海军一直就要想把它给换掉，换成后来的通用电气 F110。但实际上，一直到最后，由于预算的问题，还是有大约2/3的熊猫在还没有来得及做心脏手术之前就被退役报废了。说到这儿呢，有个题外话，至少这个呢能让美国人得到一些安慰，因为他们当初出口给伊朗的 F-14上面装着的还是原来这款不怎么靠谱的 TF30发动机了。所以在肠子都悔青了之后呢，他们一定非常希望伊朗的 F-14发动机最好都挂掉算了。这也同样解释了为什么 F-14的退役生涯如此悲惨了，几乎一架不剩，全部都销毁掉了。那就是美国人很怕备件被伊朗给搞了回去嘛。好，还是说回到飞机本身啊，继可变后掠翼和发动机之后，还有啥是既厉害又糟糕的呢？就是它了 ，AIM-54凤凰空对空导弹以及与之配套的 AWG-9雷达系统。两者都很厉害啊 ！AGW-9雷达可以在190公里以外识别和跟踪多达6个目标。当挂满6枚凤凰导弹时 ，F-14可以在38秒之内部署完所有武器，干掉6架不同方位的飞机。它在当时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空对空武器啊！但是它又不是一枚真正的能够打飞机的武器，而是一枚只能打少数飞机的武器了。长4米、直径38厘米的凤凰导弹，虽然最大射程能够达到200公里，但其实只有前24公里是有动力的，剩下的路程靠的都是惯性了。于是这种打法呢，只适合对付那些大型的、移动缓慢的、由螺旋桨驱动的轰炸机了。你看，目标指向就非常明确了嘛，就是苏联的轰炸机。而对于速度更快、更加灵活的战斗机，它几乎就啥作用都没了。覆盖如此长的距离呢，只会给敌方战斗机提供太多的机会，让他们认识到自己已经被盯上了，并且采取足够有效的躲避行动。这是有实战案例的啊！1999年的1月份呢，2架 F-14分别向2架伊拉克的米格25发射了1枚凤凰导弹，但均未命中。同年晚些时候，另一架 F-14向1架米格23也发射了凤凰，但再次失手。实际上，从来就没有一架 F-14用其携带的凤凰导弹击落过任何的敌机，这难免就有些尴尬了啊！因为就像我们说油猪是围绕着机炮造出来的飞机一样 ，F-14嘛，其实也是一架围绕着凤凰导弹造出来的飞机，但人家油猪的战机。算了，啥也不说了。所以苏联解体也间接解体了 F-14，它很快就成为了一架没有战场的飞机了，加上又超级的贵，贵到要是换成今天的美元来计算的话，就连 F-35的价格呢都是真香的。那还有什么继续维持下去的理由呢？它的确是很优秀，但是呢，它已经不属于这个时代了。说到二战的英国民机，第一个蹦出来的一定是超级马林的喷火，或者是霍克的飓风。但是
这架飞机，虽然跟他们诞生于同一时代，虽然在很多设计理念和性能上都要甩他们几条大街，却被人们忘得干干净净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从正式启用到最终的退役只持续了短短的3年，连2战都没有熬到结束，它就先在1943年底提前结束了。时间实在是短到了留不下任何的印记嘛。那好，今天我们就借着这架用3D 打印出来的模型来讲讲它的故事了。本来有机会成为传奇战斗机的韦斯特兰旋风的故事。来，我们先来讲讲为什么说它有成为传奇的潜质了。看好了，主要集中在以下这几点。第一，拥有同时期最强的火力。这4根伸出机头的杆子不是别的正是4门口径为20毫米的机炮。当和它一同出现在空中的其他战斗机只能射出机枪子弹的时候呢，它已经可以每分钟向对方喷出270公斤的炮弹了。这是什么概念啊？这是火力压制都算是轻的了。第二，当别人还在用1台发动机的时候呢，它就直接挂上了2台，而且还是2台最新型号的12缸885马力、极其巨大的劳斯莱斯有损发动机了。你看这个发动机舱跟机身的对比正面看、侧面看，再从顶上来看。我的感觉吧，说它是战斗的飞机，还不如说它是2个带着翅膀的战斗的发动机算了。因此，这就让韦斯特兰旋风拥有了当时无与伦比的速度和爬升性能，以及出色的机动能力。在和喷火比起来时呢，更快、更灵活、更容易控制。不管是灭掉德国的轰炸机，还是护航自己的轰炸机呢，都会是得心应手啊。好，那还有第3点座舱，它是第一架引入了气泡座舱盖的英国战斗机了，因此就为飞行员带来了相当出色的战斗视野。你看，综合起来，飞行性能好，战斗视野好，火力还很好。这架战斗机它没有理由不成名啊。可事实偏偏就是它陨落的比谁都要快。怎么回事啊？最大的问题恰恰就出在了它赖以生存的发动机上面了。劳斯莱斯的有损发展自它的前一代红隼，是一款相当出色的活塞式发动机，一共生产了4750台。从1926年开始呢，就应用在了很多战斗机和轰炸机的身上。不光英国用，卖到国际上，德国人也在用啊。很多后来在不列颠空战中出现的德国战斗机，比如大名鼎鼎的 Bf109，在原型机上面呢就有用过劳斯莱斯的红隼的。对了，其实韦斯特兰旋风的原型机用的也是红隼啊。看来真的是很好用啊！但是就在首飞成功，英国空军部迫不及待地想要下订单，为随时可能面临的战争做好准备时呢，韦斯特兰的工程师说：“再稍微等一下，因为我们看上了一款更新的发动机了。”它就是有隼了。为什么要用有隼呢？因为红隼的马力是700匹，但有隼则升级到了885匹，没理由不用更强劲的发动机嘛。于是英国空军部呢又等了他们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终于在1939年大笔一挥订购了2批各200架的韦斯特兰旋风。他们于是等待着这架英国历史上第一架双发重型战斗机能够让自己的空军一骑绝尘，打得德国人完全就找不到北啊。可是他们等到最后也才等来了114架，其中还有2架是原型机。为什么呢？因为有2方面的原因啊。第一是这架战斗机的动力远不及预期。我们以上说的那些性能牛叉的地方，其实都是纸面数据啊。真正到它在1940年开始交付的时候，问题才暴露了出来。它飞得没那么快嘛，它的发动机不够稳定嘛，它的续航一点也比不过喷火嘛。尤其是到了高空性能掉的就特别厉害，所以它后来基本上都是拿来对付一些地面的目标了。幸好这4门机炮还没有掉链子啊。很多分析会说，那就一定是因为罗罗的有隼不够成熟造成的呗。对，你说它有问题吗？当然有啊，但不一定有多大啊。因为有一样东西之前被大家忽略了，螺旋桨。在韦斯特兰旋风的第2架原型机上，工程师给发动机搭配的是来自于 Rotor 公司的螺旋桨，它工作起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等到了正式生产，螺旋桨则被换成了德哈维兰的。这个螺旋桨的叶片要比 Rotor 的稍微厚那么一点点，所以气动性能当然就是不太一样的啦。可是发动机的设置又没有进行调整嘛，于是就出现问题了。另外还有一样一开始看起来挺天才的设计，后来被证明是拖了韦斯特兰旋风的后腿的，那就是这里了。你仔细看，在发动机舱和机身之间的机翼前缘部分好像是镂空的。
对的啊，那里是冷却发动机的空气的进气口了。韦斯特兰的工程师之所以要这么设计呢，一是为了降低机身的阻力，二是它还可以为驾驶舱提供当时战斗机上都不会具备的加热功能嘛，一举两得，好不好呢？不好嘛，因为它要跟襟翼配合起来才能工作。当襟翼放下，发动机的散热性能就会下降，这既影响了飞机本身的性能，也影响了飞行员对飞机的操作逻辑。很多纸面上看起来美好的东西，实际上就很难实现了。第二个影响较大的原因就是油损发动机它太耗材料了，生产一台它所需要的金属可以生产3台梅林了。对的，就是在不列颠空战中起了关键角色的喷火战斗机所用的引擎了。在战争物资紧缺，在需要大量喷火在天上喷火的时候，劳斯莱斯当然会把所有的资源都用到梅林上面，而不是油损上面嘛。所以油损只生产了301台，便永远就下线了。韦斯特兰旋风面临的是没有心脏可用的窘境了。你说它能不匆匆就结束吗？当然，也有人提议过能不能用梅林来换掉韦斯特兰旋风上面原本的油损呢？实际上是没有可能的。就像我一开始说的这架飞机基本上可以算是为这台发动机所定制的。既然要换发动机，那等于就是完全需要重新设计了嘛。而既然需要重新设计，干嘛不设计更好的呢？于是故事就终结了。好了，我们最后再简单的说一说我的这个 3D 打印的韦斯特兰旋风了。你看，小的这架是1:200的模型。用光固化打印的，大的这架是我把它放大1倍之后用熔融沉机打印出来的。精度方面，两者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的，尤其是越细的地方越能够体现出来。比如说这4门机炮了，光固化打印出来的就真的是相当精致了所以 3D 打印嘛，还是要看你的具体需求来选择具体的打印方式和机器的。熔融沉机的呢，我之前讲了2期，后面咱们就来聊聊光固化。好吧，继续关注，一起期待，拜拜。长得帅不一定能打比方说 F-14熊猫，虽然有着可变后掠翼，虽然有着阿汤哥的壮志凌云加持，但帅出天际的 F-14熊猫，在整个美国海军服役期间只有5架的击落记录，可以说是少得可怜了而更加讽刺的是，这架专门为航母而设计的飞机，在航母上起飞和着陆时，一共发生了30起的致命坠机事件，6倍于自己的战绩，可以说他真的就只是在忙着耍帅了阿汤哥当年看上他不是没有理由的当然拉垮归拉垮，帅也是真帅他尤其值得吹牛的地方，大概要算作是模拟战斗机的绝唱了。何谓模拟战斗机即相对于现代的数字化战斗机而言，它的电传操纵系统、雷达系统、航空电子设备、数据处理和武器制导等技术，要么根本就没有，要么有，也比几年之后诞生的战斗机要弱上许多。比方说著名的 F-16这也很好理解嘛，毕竟 F-14是在1968年到1970年设计的，正值现代数字电子技术出现之前。虽然随着70年代、80年代及之后的新的数字技术的出现，它们逐渐被应用于 F-14上了，但 F-14的整体设计呢，仍是属于60年代末期的产物如果你看过《壮志凌云2》，应该会对其中的一个片段印象深刻阿汤哥和他的搭档好不容易在敌方的机库当中找到了一架能够飞的战斗机，那就是 F-14了。结果搭档一上飞机就傻眼了，这是啥老古董怎么没有一样看得懂的东西呢？这就是数字飞行员看到模拟飞机时的正常反应吗？还好阿汤哥几十年前是开过 F-14的，所以勉强还记得居然就真把它给飞走了，还顺便为 F-14增加了一次击落记录。话说美国自己在2006年就退役了全部的 F-14，那这架能够动的 F-14又是从哪儿来的呢？伊朗。实际上看起来非常热门的 F-14只出口过一个国家，那就是伊朗了。不过呢是在伊斯兰革命之前有着比较亲美政府的伊朗，而其实可能那儿才是 F-14真正的舞台因为在两伊战争期间，根据不同的数据来源，伊朗的 F-14据说是能够达到15到30倍的击落记录，以至于目前F-14还在服役的地方只有伊朗。美国帮自己最痛恨的国家造了这么一架强大的战斗机，他心中的苦谁又能理解呢？之前略带调侃，对于 F-14熊猫有点不敬抱歉了其实 F-14还是真强大的，它最初是美国海军为了取代硬塞给他们的 F-111B 而设计的，因为他们认为F-111B 实在是太大太重了，根本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嘛。在做了大量的增值工作之后呢，他们终于如愿以偿，让国会终止了海军版的 F-111B 计划。
格鲁曼抓住了这次机会啊，在看到海军版的 F-111B 计划无法成功之后呢，格鲁曼在1966年便开始自行设计一个名为303的方案，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考虑海军的需求，一架能够搭载 AIM-54不死鸟导弹，不用与空军分享的，毫不妥协的，在未来10年或者是更长时间内具有尖端设计的飞机。为什么搭载不死鸟导弹是重中之重呢？因为这架全新的海军专属的战斗机的主要的目标是苏联的反舰导弹。如果让苏联的远程轰炸机携带的反舰导弹突破了美国航母的防御系统的话，他们就能够非常轻松的摧毁这些美国海军最重要的资产了吗？于是，一开始是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设计的 F4鬼怪2，作为一种主要使用空对空导弹的远程超音速拦截机，它非常成功，成为了美国海军舰队防空的主力。然后就是突然有人意识到，我们为什么不用一枚导弹来击落另外一枚导弹呢？那岂不更妙了？休斯公司于是就提出了解决方案，它就是 AIM-54不死鸟导弹。这是一种大型雷达指导的超视距空对空导弹，能够在80公里的距离内击落苏联的反舰导弹。然而，这一枚导弹挂不上 F4，只能挂上 F111。既然海军不想要 F111B， 那就用另外一架来挂吧。F14就诞生了。格鲁曼从 F111中借鉴了2座的设计，但将2座从并排改为串联的布局，修改了可变后掠翼，使其能够完全自动化，并借用了双发 TF30发动机以实现高性能。尽管他们后来在 F14A 加 F14B 和 F14D 版本中被通用电气的 F110发动机给取代了，格鲁曼还增加了双垂尾以增加稳定性，以防单发动机故障，并创建了一个加固的框架来固定可变后掠翼和发动机。F14的最高速度为 2.34 马赫，飞行高度为15000米，航程超过926公里。他们还给 F14配上了最为广泛的武器系统，包括用于近距离空战的 M61旋转加农炮，中距离25公里内使用的响尾蛇和麻雀导弹，以及远距离80公里的不死鸟导弹。它可以同时瞄准6个目标。AWG9 雷达可以在高达185公里的探测范围内跟踪多达24个目标。在著名的6对6武器测试当中，一架 F14向6个单独的目标发射了6枚不死鸟导弹，其中5枚导弹命中了目标。这是当时最昂贵的单次导弹技术测试啊，但它证明了格鲁曼和休斯的主张，即单架 F14可以同时对抗并摧毁多达6个目标。尽管 F14比 F111小，但由于需要携带多达6枚不死鸟导弹以及大型的 AWG9 雷达，它仍然是从航母上起飞的最大的美国战斗机。航母弹射器的功率从1969年的95000磅推力增加到了1975年的15万磅推力，便反映出了这架飞机的重量。格鲁曼的设计具有成本效益，也充分考虑到了零件的可靠性和耐用性，因为他们知道 F14将在恶劣的海洋环境中运行。美国海军对303的设计印象深刻，并在1968年1月要求生产原型机，最初称为 YF-14A。1970年12月21日，首架 F14A 首飞成功，而 F111B 计划在同年被取消。F14在1972年进入服役，经过几年艰难的发展，最终形成了标准的空对空战斗机，具有强大的电子战和数据链功能。尽管它的电子系统较为先进，但它的动力系统和控制系统未能够达到预期，使得 F14在航母着陆时易于失速，并导致了多次的事故。后来改进的 F14B 和 F14D 型号虽然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在2006年 F14最终还是从美国海军退役了，逐步就被 FA-18EF 超级大黄蜂取代了，一代骄子黯然落幕。不对，谁说飞在伊朗上空的就不是骄子呢？空战中，你可以用机炮来扫射对方，也可以用导弹来拦截对方。再不济嘛，端着小手枪朝对方开上几枪呢，说不定也能有点效果的嘛。最不该做的事情呢，大概就是直接朝对方给撞过去了。即便是神风特工队呢，也是撞船不撞机的嘛。但是在二战末期，美国人就偏偏设计了一架专为撞击战术而生的飞机 XP-719飞行的公羊。这是怎么回事呢？它是怎么工作的？咱们今天就来讲讲啊。战争的确是技术进步的加速器。比方说，在二战开始之初呢，很多英国皇家空军部队使用的仍然是古老的双翼机，但是到了战争结束只用了短短数年时间，喷气式战斗机就已经在空中呼啸着飞过，为欧洲的未来做出决定性的影响了。这样的情形呢，用瞬息万变来形容也一点都不为过所以空战装备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呢，就变成了什么花样似乎都是可以的。这是飞行公羊出现的一方面原因。
而另一方面呢，是空战理念的变化。举一个例子啊，经常被认为是赢了不列颠空战关键的英国喷火式战斗机，即便飞行员够大胆，敢在一次射击中吐出全部的弹药，它能够给予的也仅仅只是挡风玻璃上一个简单的浮动标线和大约15秒钟的火力输出而已。所谓的空中格斗呢，其实更像是怼进了之后枪口抵着枪口的互相射击而已，跟今天使用超视距导弹的交战呢相去甚远啊！既然这样，干嘛不换个战术？反正都已经飞这么近了，咱还不如来得更疯狂一点，比如直接用机翼切开敌人的肚子，如何呢？这便是 XP-79了，它由约翰·诺斯洛普，也就是后来造出了 B2的那家诺斯洛普公司的创建者亲自设计的，因此毫无疑问，它也是架飞翼机。不过呢，跟它的隐形继任者比起来 ，XP-79显然要小很多啊，机身中只够1名飞行员横着趴在里面操作，这显然太怪异了。但其实并不是一种对小机身的妥协啊，而是故意设计成这样的。因为诺斯洛普和他的团队相信，在这种状态下，飞行员能够承受住更大的过载。毕竟这架飞机诞生出来只是为了机动嘛。你从它的名字就能够听出点味道来了。公羊通常都是暴躁的，暴躁起来通常都是要去把你顶飞的。所以飞行的公羊呢，交战的方式也一定很公羊啊。它不依赖重炮和弹药，而是用自己那对加厚的焊接镁合金硬壳机翼，直接朝敌人轰炸机群的肚子下方撞过去，来一个开膛破肚，至少也能够挂掉别人的机翼吧。真的是相当简单粗暴啊！所以机翼够硬是一方面，动力充足就是另一方面啦。你看它那对粗大的进气口呢，就是为2台西屋 J30涡喷发动机提供充足空气的，同时还能帮飞行员挡掉点伤害值嘛。虽然那个玻璃卧舱呢也是特殊加固的，纸面数据看起来啊真的很厉害，据说最快能够飞到850公里的时速和最高12公里的高度，有点无敌的意思啊。不过实践才能出真知嘛。XP-79呢，其实只飞了1次，结果却不是那么的乐观。在试飞员哈利·克罗斯比爬进这个不同寻常的座舱，把飞机上升到大约3000米时，他开始要尝试第一次的倾斜飞行了。但就在那么一瞬间呢，飞机马上就进入到了不受控制的旋转当中，克罗斯比和 XP-79双双坠地，机毁人亡。项目进展至此啊，可谓踏进了至暗深渊。他还能够再走出来吗？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由于这个时候呢，希特勒已经死亡，而1个月前原子弹轰炸日本也取得了成功，战争看起来已经到了头，因此人们对于一种能够穿透敌方轰炸机的喷气式截击机的需求呢，就并不急迫了，加之它还又怪又疯嘛，于是再也没有一架 XP-79会起飞了。1943年8月4号，一架晃晃悠悠的美制轰炸机突然出现在一条苏联跑道的尽头，一看就知道它肯定是在执行任务时受了伤，正在迫降，所以地面上呢就马上做好了准备。虽然在滑行的时候起了火，但总算还是成功停下来扑灭了。不过在领航员、无线电操作手和尾炮手相继走出来之后，飞行员却并没有出现。原来啊，他早就已经消失了，驾驶舱里面也是早就空空如也了。所以到底是谁驾驶着这架飞机降落的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驾驶飞机降落的是坐在机尾炮塔里面的无线电操作员卡拉斯中士，也就是在飞机的这个位置。朝后面看呢，视野还不错，但完全就无法向前看嘛。所以坐在这里操作飞机啊，就仿佛是坐在汽车的后备箱里面开车一样。这还要怎么开啊？当然，靠你一个人肯定是开不了的，除非驾驶室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充当你的眼睛啊，能够不断的把前方的路况和汽车现在的行驶状态告诉你才行啊。应该说才有这个可能啊。所以在这架飞机上充当卡拉斯中士眼睛的就是位于机鼻部位领航舱里面的帕尔舒廷少尉了。由于他趴在前面，视野非常的好，所以能够为后面的临时驾驶员提供相当准确的信息。就这样，在一前一后2个机组成员的通力配合之下，眼睛和手脚分开了的飞机，居然就这样奇迹般的成功降落了。要说这架飞机本身就够奇葩的，它是由美国道格拉斯公司生产的中型攻击轰炸机 A-20， 总共造出了7500架左右，其中1/3呢都给了苏联，比留在美国空军自己手里面的还要多，于是便成为了苏联在2战当中最为重要的空中力量之一。
苏联一开始也是迫不得已啊。在战争初期呢，德国通过巴巴罗萨行动几乎全盘端下了苏联的整个空军。到了1941年底，苏联损失的飞机数量居然高达了惊人的9173架之多，于是他就不得不向他在西方的盟友寻求帮助，希望通过租借计划来获得飞机的补给。原本啊，他们看中的其实是美国更加先进的 B-17和 B-24。可美国不干啊，说你看，这 A-20也好得很啊，人家英国皇家空军用的可是相当顺手啊，你们也一定会爱上它的。的确啊，等数千架 A-20到了苏联手上之后呢，还真获得了一致的好评。它的速度快、机动性高、结构坚固、无线电和飞行仪表相当好用，甚至还带驾驶舱加热功能呢。不管是空勤还是地勤，都给它打了高分。尤其是它还有一项特别贴心的保命功能呢，就是位于尾炮手座位下方的这套辅助飞行控制装置了。它包含一根操纵杆、2个方向舵踏板和一个油门弧座。可以说该有的都有了，只不过是减配了而已。设置它的目的是为了拯救飞行员的。当飞机受损，机组不得不选择跳伞时呢，飞行员面临一个相当危险的窘境，因为操纵杆在他手上啊，一旦松手跳出，失控的飞机很有可能会发生姿态的改变，容易使它撞在高耸的尾翼之上。为了避免这种状况呢 ，A-20尾部机枪手需要用这根操纵杆稳定飞机，等到前面的2名成员，领航员和飞行员都完成跳伞之后呢，再从下方舱口来跳伞，这样所有人的风险都小了。也正是如此呢，就造成了 A-20的跳伞顺序和其他飞机是不一样的嘛。飞行员是可以先跳的，但是也没有说你可以不管机上的几个同伴自己先跑啊。所以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整个事件的经过吧。1943年的8月4号，苏联第16航空集团军呢接到命令，要求投入所有的力量对西侧的德国国防军进行攻击。于是啊，3个轰炸集团便起飞了，他们都是从美国租借过来的 A-20，沿着德军撤退的公路开始扔炸弹去了。起初的任务呢还算顺利，但其中一架却在接近一个小镇目标时被地面的高炮给盯上了。在放了一轮礼花之后呢，一枚炮弹就在靠近驾驶舱的位置炸开了，当即就把飞行员波古丁少尉炸得头昏眼花。他自然是受了伤嘛。驾驶舱里面的机械装置呢也受到了极大的破坏，飞机开始下坠了。于是波古丁意识到此时他们必须要跳伞弃机了。在告知机组状况之后呢，他便不由分说的跳了下去。估计的确是被炸晕了啊，因为他竟完全没有考虑过落在德战区之后的后果是什么。剩下的3名成员，其实应该只有2个才对啊。但苏联没有那么多受过无线电训练的机枪手，所以就把本该只由1人兼任的机枪手和无线电操作员的工作给分开了。在尾部的炮塔里面塞进去了2个人，他们领航员、无线电操作员和机枪手相对清醒了很多，就不愿意跳伞啊。可飞机失控了该怎么办呢？无线电操作员卡拉斯突然想到，就在自己身下不是还有一套操纵系统吗？一个大胆的想法冒了出来，他马上就联系了机鼻位置的领航员，问他你能不能看清飞机前方的状况？结果得到的答复是，我不仅看得清楚，还清楚的看到我们正在朝德国人头上飞过去呢，就差吼出来你就快点抓起来该死的备用操纵杆吧。于是一个充当眼睛，一个负责操纵， A-20开始笨拙的稳定姿态，调整航向往回飞过去了。这中间呢当然还有点故事啊，他们遭遇了2架德军的 FW-190战斗机。德军一看这架落单的轰炸机是块肥肉啊，于是马上追过去想要攻击它，结果却被顽强的机枪手给怼了回去。他在 FW-190接近之前呢就猛烈开火，使德军的战斗机完全就找不到一个进攻的切入角度嘛，加之又快要进入到苏军的控制区了，所以便放弃了。自此呢他们就只面临最后一个威胁了，带着炸弹盲降。领航员帕尔舒廷呢，大概是最紧张的一个啊，因为临时飞行员卡拉斯呢，实际上是无法准确掌握飞机距离地面的高度的，而机鼻的帕尔舒廷呢，不仅要反复告知他此时的飞行姿态，更是必须在这种情况下直面越来越近的地面啊。不过幸运女神今天全程都是站在了他们一边啊，虽然着陆时有着相当大的冲击，但是对于一次盲降来说还是相当不错了。最终他们都安全地回到了地面，同时呢当然也挂上了荣誉的勋章。现在你大概知道了战斗民族的高超飞行技术是怎么来的了吧？好了，这个呢就是今天的故事，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